在最近的网络消息中，有一则极具争议的报道称，南部战区出手剿灭缅甸克钦武装3个营，甚至有更离奇的说法，声称克钦武装受美国蛊惑袭击中国边境，被解放军无人机部队全歼。然而，对于这些耸人听闻的言论，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因为真相往往并不如表面所见。最近的战斗中，真正丢盔弃甲的不是克钦武装，而是缅甸政府军。而关于解放军的所谓干预，事实却是他们一直在整个代维护着中国边界的安全，没有参与任何他国内部的冲突。虽然这些虚假的报道可能会给某些人带来刺激和霸气的感觉，但我们不能被表面的华丽辞藻所迷惑，而忽略了事实的真相。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确保传播的消息真实可靠，以避免引发不必要的恐慌和误解。审慎对待网络上的信息，不轻易相信谣言，以确保我们能够站在真相的一边，理性地看待事物。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大家一定要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据缅甸媒体报道，日前，缅甸克钦独立军及其盟友武装于当地时间周日凌晨再次向政府军发动突袭。克钦军发言人表示，经过一个昼夜的激烈战斗，克钦军已经完全看着了缅甸最北端的桑普拉布镇。驻扎在当地的政府军第46步兵营已经逃离其驻地，克钦军正在继续展开行动。这也是克钦军自3月初占领桑普拉布镇北部的一处军事基地后，于该地区取得的最大军事进展。该镇距离克钦邦首府密支那仅125英里，同时距离中国边境很近，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同时，克钦军的盟友，总部位于克钦邦拉扎的另一支民第5若开军，也在对缅政府军穷追猛打。若开军集结大量军事力量围攻缅政府军位于布迪当镇的第15号作战司令部，眼看胜利无望，大批缅政府军士兵只能选择向若开军投降。若开军发布的视频显示，有包括该指挥部副司令在内的至少300名缅政府军官兵在战斗中被俘，大量武器弹药被缴获，而缅政府军也是颜面尽失。在其区域总指挥部陷落之际，缅军部分部队在向西逃窜之际，甚至故意炸毁了布迪当镇入口处的一处主要桥梁，以阻止若开军的追击。当地居民告诉媒体称，政府军害怕遭到追击，因此炸毁了桥梁，这导致该镇的交通暂时受阻。不过，缅甸军政府对外仍宣称自己完全控制着该地区。最近有关克钦军被歼灭3个营的谣言在网络上疯传，但我们频道的推测认为，这可能是基于早前一则新闻的改编。据报道，在克钦邦新博地区，缅军遭到了克钦地区武装的进攻，导致3个营遭受重创，其中包括438营营长、437营副营长被俘，141营营长失踪。这一事件很可能成为了3个营被歼灭谣言的来源之一。而关于解放军出手的说法，则是彻头彻尾的无稽之谈。就中国而言，我们一直保持对缅甸内乱局势的中立立场，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实现和平停火，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中国从未有过干预缅甸内政的打算，因为我们深知，试图以武装介入等手段解决缅甸问题只会给双方带来更多痛苦，而不会有任何好处。因此，让我们保持理智，对待这些谣言保持警惕。另一方面，
有一些谣言宣称受美国怂恿的克钦军攻击中国边境，这简直是胡说八道，离谱至极。克钦地区独立势力的唯一对外贸易和运输窗口就是中国。中国一直在对克钦地区提供基于人道主义的直接和间接支持，包括修建密松大坝等工程。事实上，目前克钦地区仍在与中国边境敞开贸易关口，克钦地区武装又怎么可能去主动袭击中国边境？克钦军也不是傻子，因此可以确定的是，所谓的解放军出手歼灭3个营的缅甸武装，确实是彻头彻尾，动机和立场都完全违背常识的谣言。当前缅甸局势错综复杂，可以说，编造这一谣言的人，非蠢即坏，打着舆论旗号扰乱视听。他们只是为了哗众取宠，但要知道，现在有很多人为了追求流量而编造各种虚假消息。缅甸军方以2021年发动政变以来，扼杀了民主改革，并监禁了该国大部分文职领导人。3年过去了，这个东南亚国家正徘徊在失败国家的边缘，包括亲民主力量和少数民族民兵在内的叛乱组织正在与军政府的士兵作战，数万人丧生，数百万人流离失所。与俄乌和加沙冲突相比，缅甸森林和城镇中的战事很少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然而10年前，这个夹在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国家曾被誉为从军事独裁向民主统治和平过渡的罕见范例。军队的政变终结了政治进步的幻想，缅甸又回到了军事恐怖统治和内战四分五裂的现实。冲突地区滋生的无法无天现象向外辐射，跨国犯罪网络将缅甸作为基地，并将其非法活动的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简而言之，军事政变遭到了广泛的和平抗议。随后，敏昂莱大将领导的军政府迅速重操旧业，监禁、恐吓、杀戮。支持民主的力量拿起武器，与几十年来一直为少数民族权利而战的民兵组织联合起来。自1948年摆脱英国统治获得独立以来，缅甸一直处于动荡之中。世界上一些持续时间最长的武装冲突都发生在缅甸的边境地区，那里的少数民族民兵正在寻求自治，或者仅仅是摆脱缅甸军方的镇压。由诺贝尔奖得主昂山素季领导的文职政府曾进行过短暂的政治改革，但这并没有使许多少数民族的生活得到改善。昂山素季领导的政党在缅甸2020年大选中击败了与军方有联系的政党，之后军政府再次完全控制了缅甸。推翻军政府的共同目标促使支持民主的民兵和少数民族武装团体团结起来，这些抵抗力量共同从缅甸军方手中夺取了大量领土。4月11日，他们从军政府部队手中夺取了一个重要的边境城镇，这是他们迄今为止取得的最大胜利。数以百计的民主民兵、少数民族武装和地方防卫力量。武装冲突地点和事件数据项目 Armed Conflict Location and Event Data Project 追踪了全球50个高级别的冲突与军政府作战的抵抗组织的多样性，使缅甸成为地球上最四分五裂的国家。使问题更加复杂的是，一些反叛组织之间也相互争斗。几十年来，代表不同少数民族的20多个民兵组织一直在为自治而战，其中一些叛乱组织控制着缅甸资源丰富的周边地区。政变后，被赶下台的政治家和民主倡导者为了躲避逮捕，在这些少数民族叛军控制的地区找到了避难所并组，建了一个名为民族团结政府的影子政权。数以万计的年轻人、
其中包括医生、演员、律师、教师、模特、佛教徒法学博士和工程师。逃离军政府控制的城市组建了200多支人民保卫部队，宣誓效忠影子政府人民保卫部队经常接受少数民族民兵的训练，目前正在全国100多个乡镇作战。自10月27日由3支少数民族军队组成的联盟在缅甸联邦国防军的支持下开始进攻以来，反抗军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叛军现在控制着缅甸边境地区的大部分地区，包括4月11日占领的一个战略贸易城镇。几天后，他们向缅甸最高军事学院发射了火箭弹。一些战斗发生在内比都的攻击范围内。内比都是将军们在本世纪初建造的首都。军事分析家说，今年可能是缅甸战争的转折点。每过1周，军政府部队就会放弃更多的前哨基地。缅甸军队捉襟见肘，装备不足。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其最大的资产也是数量而非专业知识。今年2月，军方开始征兵，这表明军方急需新兵。武装冲突地点和事件数据项目 Armed Conflict Location and Event Data Project 称，缅甸战争是其追踪的50场冲突中暴力程度最高的一场。该项目称，自政变以来，缅甸至少有5万人丧生，其中包括至少8000名平民。根据缅甸政治犯援助协会 Assistance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Prisoners Burma 这一人权组织的数据，超过26500人因反对军政府而被拘留。据追踪战争的流亡组织缅甸和平观察 Myanmar Peace Monitor 称，自政变以来，缅甸军方对全国进行了900多天的空袭。据联合国缅甸人权事务特别报告员汤姆·安德鲁斯 （Tom Andrews） 称，自叛军10月份发动攻势以来，空袭次数增加了5倍。据联合国人权办公室称，截至去年年底，缅甸这个拥有约5500万人口的国家，已有超过260万人被赶出家园，其中近60万境内流离失所者是在10月战事加剧后逃离家园的。联合国称，政变前有10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联合国调查人员称，应就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对军政府部队进行调查。他们列举了有组织的性暴力、焚烧村庄和滥用地雷的报告。这些暴行发生在政变之前。2017年，军方对罗兴亚穆斯林少数民族进行了种族灭绝行动。缅甸是一个极其多样化的国家，其边界是由因帝国主义而非民族边界形成的。据官方统计，缅甸居住着135个民族，而他们唯一的共识就是这个数字是错误的。一些少数民族与印度和泰国人的共同点多于缅甸最大的民族缅族。还有一些少数民族来自直到上世纪中叶才完全归属中央政府管辖的太子邦，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如100多万罗兴亚人，由于军方拒绝承认他们是缅甸的合法居民而沦为无国籍者。缅甸少数民族，尤其是非佛教少数民族的共同点是长期遭受军方迫害。缅甸的民族多样性主要集中在喜马拉雅山山路和森林茂密的边境地区，伊洛瓦底江流经的三角洲和低地则是这些地区的摇篮。政变3年后，缅甸中部大部分地区仍在军政府的控制之下，但该国其他地区则是各种相互竞争的势力、领地、民主避风港和毒枭藏身处的万花筒。少数民族武装团体统治着一些地区，
与民族团结政府结盟的管理者在其他地区建立了学校和诊所，还有一些地区无人管理，居民缺乏基本服务，容易陷入边缘生活。军政府部队广泛使用地雷，导致缅甸部分地区成为禁区。在军政府控制的地区，10多万名公务员拒绝上班，这是长期公民抗命运动的一部分。缅甸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流亡海外或生活在丛林中，还有一些人被关进了监狱。军方仍然是缅甸最大、最有影响力的机构。少数民族控制的许多地区都充斥着军事化的文化。问题在于，如果缅甸军方认为其最高指挥官敏昂莱大将有碍武装部队的生存，那么军方是否会抛弃他？缅甸历史上充斥着军人被其他军人挤到一边的情况。随着越来越多的士兵死去，军方正面临着生存威胁。军政府甚至可能不是现任军政府，而是一个新的小圈子，有可能会试图与众多武装组织谈判停火协议。但是，鉴于缅甸军方历来以枪口对准自己的人民，信任将很难找到。缅甸的未来很可能仍将四分五裂，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力机构掌权。这样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很可能会滋生更多的混乱，而这些混乱是国界所无法控制的。缅甸再次成为世界头号鸦片生产国，取代了阿富汗。一些少数民族武装组织通过制造甲基苯丙胺和其他合成毒品生存。缅甸还是网络诈骗产业的中心，该产业从毫无戒备的人们手中窃取数十亿美元，并绑架他人，强迫其从事诈骗活动。这种情况将导致国内经济更加动荡不安，同时也会影响到国际社会对缅甸的信任和合作。在这样一个充满挑战的未来，国际社会需要密切关注缅甸的发展，并采取积极的措施来支持该国实现和平、稳定和可持续的发展。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大家一定要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再会。